哎，刷到这条视频算你赚到了，还在为买车发愁，生怕哪天车把你扔在半路，那你可来对地方了。今天我只给你看7台车，他们牛逼的地方就是未来15年基本不用你操心。什么？你说不可能？我跟你讲，这7台车个个都是狠角色，把你丢在半路不存在的，维修费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，想都别想。保值率更是吊打全场，我说话你放心，纯的独立测评，没有1分钱广告合作，全是掏心窝子的大实话。他们为啥这么牛？就一点，别人家的车是开3年就换，他们是给你按传家宝的级别来设计的。我敢保证，你看到绝对会惊掉下巴。尤其是第6和第7名，第6名一台才卖15000欧元的二手车，耐用性却能 KO 那些5万欧元的德国货，这性价比谁看了不迷糊？第7名更是逆天，它是市面上唯一会自己升值的车，没错，就是越开越值钱，跟买理财产品似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只想买最后一台车，就想找个终身伴侣，那别犹豫了。赶紧点赞收藏，马上揭晓第1台神车。在 BBA 的光环之外，有一款车正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定义豪华，这就是雷克萨斯 IS300H。它巧妙地融合了丰田传祺的可靠性与德系追求的精致感，却巧妙地避开了德系车型常为人诟病的小毛病。可以说，它是专门为那些厌倦了频繁修车、寻求长期稳定驾驶体验的消费者而生的一款反套路豪华轿车。它的底气源自丰田全球最成熟的混动系统，这套技术并非纸上谈兵，而是经过了长达20年的市场验证，是久经考验的成熟方案，而非实验性的前沿探索。动力核心是一台 2.0L 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它没有涡轮的爆发与潜在风险，也没有直喷系统的积碳烦恼，更没有现代豪华车上那些复杂到难以捉摸的电子系统。它的哲学很简单，大道至简，极致耐用。一台可以让你从开到报废都安心的车，我们谈谈它的价值。虽然二手车价格在2至3.5万欧元区间看似不菲，但请将目光放得更长远。这意味着在未来长达15年的使用周期里，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后续的维修费用。雷克萨斯混动系统的可靠性堪称业界标杆，它不仅不会随着里程增加而衰减，甚至在行驶10万公里后，其状态往往优于许多新车。这份越用越好的特性与主流技术路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结构可靠性20万公里内几乎无结构性故障，核心部件官方设计的混动电池寿命可达30万公里，彻底打消您的后顾之忧。经济性，市区100公里油耗仅需4至5升，却能提供10万欧元级豪华轿车应有的静谧与舒适。这份省心也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。雷克萨斯的车内做工甚至优于许多德系品牌，内饰塑料不易老化，皮质细腻耐磨，每一个按键都经过精心设计，数年如一日的保持紧致与反馈清晰。它的售后服务也以其专业与贴心著称，高效解决您的每一个问题。归根结底，他问的是一个问题：您是否愿意为一种一次投资终身省心的消费观买单？雷克萨斯 S 混动是专为深刻理解豪华的终极形态，是省心的精英人士打造。它用日式的优雅承载着一份可信赖的承诺。当您在寻找一款兼具丰田的极致耐用与德系精致感的豪华座驾时，雷克萨斯 S 混动无疑是最那个经得起推敲的绝对理性的答案。要说能开一辈子的车，那沃尔沃 V70D5 绝对算一个。这么说，它那耐用劲儿跟家里的顶级家电似的，皮实的没话说。想当年，沃尔沃想的不是怎么快速赚钱，就是2件事：安全，还有能开多久。路上跑的 V70 60万公里下来，车况还跟新的一样，这可不是吹的，这是实打实证明有些车就是能陪你一辈子。这台 2.4 升的第5柴油机是沃尔沃最后一批良心柴油机了，没搞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，就一个字：简单。因为它简单，所以皮实省油，而且基本开不坏。所有零件都是扛住了北欧那种鬼见愁的冬天设计的，能在瑞典活下来，这车去哪儿都不是事儿。车架是全镀锌的，就算在沿海那种带盐雾的环境里放个20年，它也基本不会生锈。说真的，这种车年头越久，开起来越有味道，越有范儿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么一辆车二手车价格才1到2万欧元，简直是捡到宝了。对那些家里人口多又想要超大空间还追求传奇可靠性的朋友来说，这绝对是100年一遇的好机会。它的安全系统不光保你人，也保这车本身，所有的零件都是往大了造，用度远超日常所需。内饰看着朴素，但那是真结实。座椅跑个20万公里还跟新的一样，中控台用20年也听不到一丝异响。保养也省心，2万公里一次，几乎不会出什么幺蛾子。配件该换的时候也真到了寿命。这车啊，简直就是为那些想得远的家庭准备的，空间大的没边，安全感拉满，关键是永远靠谱。这就是瑞典人的造车哲学，拧在每一颗螺丝里的都是这种开几10年的念头。
不为看上去多豪华，只为能跟你长久相伴。花买新车的钱买个10年前的老车，结果比新车还省心还可靠，这笔账你觉得值不值？大家庭要是想要一份绝对的安心，那沃尔沃 V70D5 绝对是你最稳妥、最聪明的投资。嘿，跟你说个车，丰田的 Auris 混动听着可能不火，但绝对是个宝藏。简单说，它就是普锐斯的低调堂弟。那些觉得普锐斯太显眼又想要省油的朋友，看它就对了。这玩意儿可是丰田玩了20年混动技术，把早期所有毛病都磨平了的集大成者。说实话，丰田的混动系统15年都没大改，为啥？因为真做到头了，没啥可优化的了。最牛的是什么？首先是省钱，省到离谱，市区100公里只要4个油，加满1箱油，轻轻松松跑1000公里，这续航比很多纯电车都强。关键是二手车才1.2万到2万欧元，算笔账，光省下来的油费3年就把车钱赚回来了，这买卖不香吗？然后是开起来反直觉，最逗的是这车在市区开比在高速上还舒服，还省油。跟咱们平时开的车完全反着来，特别适合天天在城里堵的你。最后是丰田的不讲道理的可靠，混动电池直接终身质保。丰田为啥这么自信？因为人家心里有数，这电池跑个30万公里跟玩似的，根本坏不了。更牛的是它通病没有，没召回过，结构上也没毛病。说人话就是，这就是一台你买了就基本不用管，永远上班打卡的机器。内饰做工也是丰田的典型风格，有点强迫症，每个零件都按2倍寿命来设计，不花哨但特别扎实。动能回收效率高到离谱，下坡的时候比平路都省电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就是那种想油费压到最低，最好这辈子都别进修理厂的人，那这台 Auris 混动就是你命定的车。它把环保做到了极致，却让你感觉不到任何牺牲。想每年轻松省下1000欧，想彻底忘掉加油站是啥滋味，那还用说 Auris 混动是真的无敌。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像丰田卡罗拉这种车能卖得那么火，成为史上销量最高的神车？说实话，它还真不是靠什么花里胡哨的设计，也不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，就靠一个特别朴实的道理：这车你开不坏。说白了，卡罗拉这3个字就跟靠谱是划等号的。全球几百万人买它，图的就是个省心。每天早上一脚油门的事儿，一脚油门就走了，从来不用跟车较劲。他不是那种跑在马路上最拉风的，也不是为了在朋友圈炫耀的，他干的是更实在的活，陪你安安稳稳的开上10几年，不给你整出什么维修厂的惊喜。这背后其实就是丰田的笨哲学，不追最新的黑科技，就一门心思把成熟可靠的技术做到极致，让它几乎不坏。比如说它的混动系统都卖了25年了，早就不是什么试验品了，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最成熟系统。发动机和电机分工明确，一个省油，一个出力，关键部件压力小，寿命比很多涡轮车都长。所以你会经常看到跑了30多万公里的老卡罗拉，只要按时保养，状态照样杠杠的，油耗还特别低。市区开个4升以内简直不要太爽。但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卡罗拉最牛的地方其实是它的稳，它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别整那些一堆复杂系统，几年后就变成不定时炸弹，修起来要人命。它的设计就是奔着好开、耐用、保养便宜这几个目标去的。就连内饰它也不追求第一天就惊艳你，而是追求3、5年后按键不松、接缝不响，依旧跟新的一样。这就是典型的日式思维，一切都是为了让它能超期服役。所以它的二手车保值率特别高，别人开个3、5年就想换，你卡罗拉开个10年卖出去，可能还能换回不少钱。因为买家都知道这车是个实在人，他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多激情，但他绝对是你年复一年最不会掉链子的伙伴。所以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想要一堆听着厉害但用起来总担心的花架子，还是想要一台10年、15年后依旧稳稳当当不离不弃的老伙计？要后者，那丰田卡罗拉就是最稳妥的答案。跟你说个秘密，现在想淘汰靠谱的轿车，真得绕开那些人尽皆知的牌子。你得看看本田雅阁，这车啊，就是那种被严重低估的扫地僧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它根本不用靠吹牛和铺天盖地的广告来拉拢你。本田车迷都知道一个梗，一旦开过本田，基本就回不去了，对它死心塌地，这就是品质的魔力。别光看它是日系，论可靠性和耐用性，它能把同级那些德系对手按在地上摩擦，尤其是那台 2.0 升的柴油机，简直是本田工程师的封神之作，你敢信吗？微型车级别的油耗却给你运动车一样的动力，150马力，100公里才6个油，这动力、油耗、可靠性的3好学生，全市场都找不出第二个对手。内饰这块更是德系车看了都得服，塑料件的硬度，你正常使用基本划不出痕，座椅面料跑到20万公里还跟新的一样，你说这用料实不实在？最关键的是，这车现在二手车才1.2到2万欧元，性价比高到离谱，很多人就认个牌子，把真正的好东西给错过了。空间比德系同级还宽敞，
这是本田的看家本领。安全系统也是，它比德系的更聪明，关键时刻能顶用，平时又不会瞎咋呼烦你。所以你看，本田这技术从来不为花里胡哨的经验，就一个核心目标，真的好用。所有东西上路前都给你在实验室里跑道上磨了几十年，就图个耐用。这车就是给懂行的人准备的，不玩虚的，纯粹是实力派。一台比名车更强却被市场低估的车，你会动心吗？如果你想要一台低调有内涵、开着省心、修车少还皮实耐用的车，那本田雅阁闭着眼睛买就对了。绝对是明智之选。想拥有德系的精密与耐用，却又想摆脱品牌的束缚，那么西亚特 Lennon 就是你等待已久的明智之选。他出身西班牙，骨子里却流淌着纯正的德系血统。西亚特与高尔夫、奥迪 A 飞共享着同一诞生平台，同一颗心脏，那款备受赞誉的 1.6 TDI 发动机，以及同一套顶级供应商体系，唯一的区别在于西亚特为你省去了那沉重的品牌光环税，价格更亲民，诚意更足。同样的机械品质，更少的品牌溢价，这就是西亚特给你的承诺。它的内饰少了一丝德系的繁复，多了一份物本的纯粹。西亚特深知真正的好设计经得起时光的考验，它将功能性与耐用性置于首位，让每一次驾驶都从容不迫。当你需要服务，它与大众共享着同一张售后网络网，相同的技师，相同的配件，相同的诊断设备，保证你拥有无差别的用车体验。而这一切却没有让你为那个名字多花1分钱。二手车市场的宝藏当属西亚特，用1万到1.8万欧元的西班牙价格，就能轻松收获一份德系品质的快乐，这无疑是简陋的最佳诠释。别再为车标买单了，西亚特 Lennon 是献给那些看清本质、崇尚理性的聪明人的座驾。它证明了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在，而非浮于表面的名号。兄弟，想买车，尤其是大 G， 跟你说句大实话，市面上那些 SUV 你买回来就贬值，眼睁睁看着它掉价，心疼不？但有一辆车，它是个例外，是个狠角色，丰田陆巡，别的车都在亏，只有它在涨。你没听错，是升值。一台开了快20年的老车，现在拿到市场上比3年前还贵，这可不是吹牛，这是经济奇迹。为啥它这么牛？因为它可能就是最后一批纯粹的 SUV 了。说人话就是皮实耐用能打。你随便找个陆巡车主问问，没准他的车都跑80万公里了，发动机还在那儿，突突突低卖力，车况还跟新的一样。比车主自己还能扛，他那台 3.0T 的柴油发动机简直是机械里的劳模，简单粗暴，力量大，你敢信？万一油断了，紧急情况下用食用油都能让它跑起来，这段子车主圈里都传疯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玩意儿是为生存而生的。车身结构是按军规来的，能扛住非洲的酷热和尘暴，那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它都稳如老狗。它的4驱系统是纯机械的，不用电子那些花里胡哨的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再烂的路也给你扒出一条来，几十万公里坏都难坏。所以你看那些去冒险的、去探险的、去非洲传教的，为什么都选它？因为他们拿命在赌，只信这个不会掉链子的伙伴修车。全球随便找个路边修理铺，师傅都懂零件，别说大城市，就算在最偏远的非洲小镇，你都能找到它的配件。所以你买的哪还只是一台车？你这是买了一个传家的宝贝，一个能跟你一辈子的硬通货。10年后，它不仅还在，比今天更值钱。问你个问题，你会买一台10年后比现在更贵的车吗？想要一辆既能带你翻山越岭，又能在未来给你回报的 SUV？ 兄弟，别想了，陆巡就是那个唯一理性的答案。先停一下，屏幕前的朋友，听我说就几句。刷到这儿，说明你运气来了，我给你挖到了7台能彻底改变你用车体验的神车。真没夸张，这7台就是汽车界耐用这个词的活字典，可靠性的天花板。他们的老板们当年都信奉一个道理，造一台能陪你跑到老的车，而不是一过质保就找你修的车。要是这个视频能让你未来几年省下无数麻烦，还能省下几千块欧元，现在动动手指点个赞，就当给我加个鸡腿了。好，接下来是重头戏，看看哪款车是你的菜。1. 想省心又有面子，雷克萨斯 ICE 混动闭着眼睛买。2. 家里人多需要大空间，还求个皮实，沃尔沃 V70 D5 大块头有大智慧。3. 天天在市区堵着，就想油钱少点，丰田 Auris 混动省到你偷笑。4. 是个老司机，就爱那种人车合一的操控感，那必须是宝马 E903系，那可是最后一代真宝马5。想体验德系的精工细作，但预算又卡得紧，西亚特 Lennon 平价德味香得很。6. 想买台车开几年卖出去还能换回不少钱，雅阁柴油版堪称理财产品。7. 终极奶爸神车和越野玩家都服的硬汉丰田陆巡，不解释他们为啥这么牛，因为那个年代的汽车人心里想的是造好车，不是赚快钱。
不过买二手车水很深，我再给你划几个重点，记住了，能帮你躲开90%的坑。一、保养记录必须全，本上最好都是 4S 店的章，里程数别迷信，10万公里精心伺候的绝对比5万公里当出租车开得强。二、内饰磨损看车况，外观喷的锃亮，内饰却磨得掉渣，那绝对是车祸车，快跑。三、试车时耳朵要尖，换挡必须利索，刹车必须跟脚，车里不能有奇怪的咔嗒声，但凡有异响，未来就是个钱坑。四、价格太美丽，心里要有鬼，好车不愁卖，卖家哪会催着你买？要是他一直催你，80%是想赶紧把你送走。五、直觉是你的第六感，跟车一接触哪儿不对劲，别犹豫，直接放弃。再说一遍，这些车是真正的硬通货，开几年根本不亏钱，不像现在的新车落地就贬值一大截。算笔账，一年光油费、保养费、贬值费就能帮你省下至少3000欧元。记住，买车别光看落地价，一辆车开10年的总成本才最关键。开上这样的车，你再也不用提心吊胆，生怕哪天他把你扔半路，这份安安心心比任何花里胡哨的配置都值钱。而且一台车开上20年，绝对比每7年换3台问题车要环保得多。所以最后问一句，未来15年你是要继续跟现在的麻烦车斗智斗勇，还是选一台靠谱的伙伴，安安稳稳过日子？觉得我说的对，点个关注，转发给你身边那个正准备买车的朋友。明天我还会放出黑名单，告诉你哪7款车千万别碰，知道买啥和知道不买啥一样重要。下期视频咱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